动，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情绪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既不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刚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一宗绑架案，可是他的父亲都没收到任何勒索的信件或者是电话。根据最后目击证人的口供，曾经看到周小茹在住家附近的娱乐场出现。大家抓紧时间去找人吧。又是 I Love SYT， 这个变态狂干的手法，跟上一次跟另外一间幼儿园干的手法是一样的。你怀疑是同一个人？Officer, can you bring this back for examination, please? Yes, sir. 老师，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刚才我带一个小朋友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在校门口看见一个陌生男人上了一辆白色货车。那你之前有见过这辆白色的货车吗？你有见到那个男人的样子吗？当时我以为他是来做清洁工作的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注意。可是后来问了同事，才发现原来不是。你这里有没有装闭路电视？有的。我看到的男人就是他，我认得他的装扮。可惜看不到他脸了。最近不是有小女孩在附近的游乐场失踪吗？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做的？我们现在不太确定，不过我们会继续查下去的。老师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你要告诉小朋友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接触。如果你看到有什么可疑的人，马上报警。我们会的，我先出去了。其实，这个老师的怀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那个失踪的小女孩已经失踪了几天了，会不会跟这个变态狂有关？事情还没确定前，千万不要告诉这个小女孩的父亲，免得他担心。说不定抓到这个嫌疑犯后，真的能够找到那个被拐走的小女孩。虽然拍不到车牌的号码，不过可以顺着这个方向找下去。还好让我们发现，那堆不是泥土，而是马屎。我想嫌犯是跟马有关系的。虽然说跟马接触的人不多，可是找起来一点都不简单。我们过几间养马场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哎，哇，这里怎么遍地是黄金呢？也就是说，谁都可以经过这里，踩到马屎，带到幼儿园去。那我们的搜索范围不是更大了吗？范围再大，也要找下去吧。走吧。
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，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哦，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5年多。站住！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唐耀嘉。请问你在这里工作多久？1年。请问你有开车吗？能给我看一下你的个人证件吗？警察，别跑！我真的没有去过什么幼儿园。那你为什么看到警察就跑？快说！有没有去过幼儿园？有没有拐带小女孩？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过。你最好说实话。我刚刚溜进马场办公室偷钱，看到警察，我当然跑了。你说你没有上过幼儿园，有没有人可以替你作证？我去云顶搏杀了3天，今天早上才回来的。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可以为我作证。警察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，陈医生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忍不住才去做那些事情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放心，你不是说警察只是问话，他们并没有怀疑你，对吗？他们已经见过我，接下来就会来查我。我不能够被警察抓，我不能够再继续蹲的，都怪我自己。为什么一直忍不住？冷静一点。陈医生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救救我。如果警察开始怀疑，你要离开就不容易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是我的病人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不过首先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先让你躲起来，然后再找机会帮你偷偷出国外。真的有办法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警察随时会找上你。那时候你真的就不能离开了。我会找机会帮你收拾东西，把行李带过来。我照你的话去做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我们旅行社的旅游配套物有所值，钱付的少，玩的多，包你满意。你跟云儿一起去吗？还有一个人。当年我们曾经去香港玩，那里有很多我和他的回忆。那这个人对你一定很重要喽？的确很重要。他就是爸妈。哎，你来。你们两个Uncle Andy，我正适合直接交往，希望你们不会反对。这样多男人了你不选，偏偏选他。Uncle，请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一定会带给子杰幸福的。哎，玉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一起，你现在就要报名吗？你要出国吗？我有事先走。一起，你的电话。在担心我爸反对的事。我能够理解安哥的心情，他不赞成我们交往，可能是因为我离过婚。一个宣誓过要照顾妻子的男人，最后却离开妻子，他一定认为我不可靠。是啦，他是担心你会固态复萌，才不放心把我交给你。姐姐，我这次是经过深思熟虑，以前的事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会再发生。
我对你有信心。如果你不是一个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呢？其实我爸这么担心我，是因为他还有个心结。这是我。那你身边那位小女孩是谁啊？我姐姐。你有个姐姐，为什么没听你提起过？当年发生意外，她去世了。我爸一直很自责，认为是自己太疏忽，没有看好我们，我姐姐才会出事。都说是意外了啊？可能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女儿，她才会特别紧张我，担心我会受到伤害。当年我要加入警队的时候，她强烈反对，是我游说了很久，她才勉强答应。我明白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证明给她看，我们是真心想在一起，我相信她会祝福我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玉琪刚才的眼神啊？她听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不大开心。我会找机会跟她谈谈的。蓝天，是你啊，进来啊。玉琪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你还没吃饭吧？不如我亲自下厨，给你煮几道菜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你还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你最喜欢吃我为你煮的便当？那时家里经济不好，我很自卑。幸好有你在我身边鼓励我，其他的人不了解我没关系，只要你了解我就够了。玉琪，我真的很怀念过去的时光。那时候，我们共同建立一个家，虽然简简单单的，但是感觉却很温馨。一回到家就觉得，什么辛苦都是值得的。那是过去的事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度蜜月的时候，是去香港玩的吗？这次，我们带袁恩一起去找回那些熟悉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们出国了。你不是答应袁恩了吗？你不跟我们出国，是因为姐姐对吗？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解释清楚，我跟子杰的关系。就算我已经跟子杰在一起，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关心你和允恩的。本来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，他为什么要破坏我们？玉琪，玉琪，姐姐没有破坏我们，我关心你，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，我们说过要给云恩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们一定要做到的。你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，你已经答应了云恩要去香港，都是子杰，一定是他阻止你，对吗？你冷静一点，就算没有子杰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分开了那么多年，很多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我不要听，都是借口。如果没有感觉，你不会对我和云恩那么好的。我知道，当年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好好珍惜和你的感情。玉琪，蓝天，求求你，给我机会补偿好不好？我需要你，云恩也需要你，我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你不要拒绝我好不好？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当年也不是完全是你的错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不需要补偿什么。你现在应该做的，就是要好好把云恩抚养成人。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人照顾你的。我不要，我
好？我求你，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为了你，为了那个女人，你那么狠心对待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啊！我不想看见你。玉琪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给我走！玉琪，你走！玉琪，你我不想看见你。玉琪，玉琪，你走啊！玉琪，玉琪。玉琪，哎，是不是蓝天来啦？哎，玉琪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我们刚好要去吃饭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蓝天是我的，我要你离开蓝天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蓝天是我的，为什么要跟我抢？玉琪，你冷静点。我很冷静，我和蓝天本来就是夫妻，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的。蓝天一脚踏两船。不，他从头到尾只喜欢我一个人。他答应过我，要照顾我云恩。你不要来破坏我们的幸福。玉琪，我看有些事你误会了。一定是你挑拨离间，蓝天才离开我的。玉琪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蓝天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告诉他，你要和我一起照顾云恩的，我们要一起去香港的。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伯父伯母，我们改天再吃饭。不要！你为什么不让我说下去？你到底怕他什么？啊！你放手！你到底怕他什么？你放手！你放开我！玉琪，你不肯把蓝天还给我是吗？好，那我跟你同归于尽。玉琪，玉琪，不要！玉琪，不要！玉琪，玉琪，放手！你为什么要抢蓝天？你把蓝天还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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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手没事吧？只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玉琪怎么样了？他情绪无法平复下来，医生建议送他去心理卫生学院接受精神评估。玉琪，蓝天，你的手没事吧？都是我的错，才会害到你受伤的。我没事，你不要自责了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蓝天，对不起。现在没有人责怪你，你就不要责怪自己了。我不应该伤害志杰的。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我知道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。是我自作多情，我都跟别的男人结过婚，又有了孩子，凭什么要你接受我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不然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的。孩子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医生呢？快找医生！我不能失去这个孩子，我不能失去。接下来，医生说孩子没事，啊，没事。是啊，玉琪，你别这样。为了云恩，为了你肚子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我只想要一个家，
为什么会这么难呢？有一个很典雅的称谓，心灵蓝色风暴。蓝色是平静的，但加上风暴二字就形成了矛盾的对立。就像玉琪，看似平静，但内心是很痛苦的。忧郁症的人容易动怒，可以为芝麻小事大发雷霆，所以向来脾气温和的玉琪，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。其实玉琪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，本来以为可以找到一个依靠，最后希望却落空，她才会变得这么偏激。等医生做了评估，再看他需要做怎么样的治疗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他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产生自杀的念头。现在亲人的支持和鼓励是最重要的，帮他度过低潮期。看来于能是他活下去的支柱。都是我不好。燕君之前提醒过我，但我却没放在心上。如果我早点跟玉琪说清楚，事情就不会你已经自责很多遍了。你再这么婆婆妈妈下去，我就跟你分手，把你让给玉琪，你就不用内疚了。走，去买巧克力蛋糕。买蛋糕干什么？那是云恩最喜欢吃的。过后我们可以去看他们。谢你啊。谢什么？又不是买给你吃的。被告廖真婷被控一项共谋罪名成立，念在他是初犯，而且有心悔改，本席宣判廖真婷被判24个月缓刑，为社区服务120个小时，晚上10点到清晨6点之间必须留在家里。谢谢你了，再见。爷爷奶奶，真的对不起，害你们担心到病了。不过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一定会乖乖听话，重新做人的。知道错就好。真哥，谢谢你，你这次真的是帮我一个很大的忙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这种忙帮一次就够了，不要有下一次哦。你嫌我吃的苦头还不够吗？你说我还敢吗？其实这一次最担心你的是你姐姐。姐，谢谢你。我们是亲姐妹，有什么好谢的？有姐姐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哎，姚家，爷爷奶奶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们要上庭为一个案子作证。审判结果出来了，判了缓刑。姚家，这阵子怎么没来看心怡呀？前阵子比较忙，我还以为你跟心怡吵架了呢。没有。接下来有时间的话，我会经常上去看你们的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哎，心怡，这葡萄看起来不错，买一些回去给他们吃吧。谢谢你啊。只不过是葡萄，需要那么客气吗？谢谢你对娟婷案件的帮忙，还有，谢谢你对我家人的照顾还有关心。娟经过这件事，应该长大了，你总算可以放下心头大石。我总算可以给爸爸一个交代。现在的心情放松多了。你的心真的能放松吗？你和耀家怎么样了？我和耀家只是好朋友啊。看来他还没有放弃你哦。是吗？如果他重新追求你，你会接受他吗？未来的事谁也没办法预料吧。就不知道你未来的计划中有没有我。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在你心中的位置。你说应该买哪瓶好啊？大瓶的，一怕吃不完浪费。买酱油也好，感情也好，都是需要做出选择。
志恒，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，不过我跟耀家的感情是长久累积下来的，我们经历了很多才能够走在一起，所以不是说要放手就能放手。好吧，酱油我帮你做决定，就买这瓶。感情的事你自己做主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考虑。不过不要等到我七老八十才给我答案了。这两位男士在进来捡榴莲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一个被乱石盖着的纸箱。纸箱打开之后，发现里面有一具女童的尸体。邻里警局的警察说，怀疑是1星期前家长报失踪的女童。马上去查那女童的资料。Yes, ma'am。找到一个纸箱，里面有一具女童的尸体。这里这么偏僻，除了是榴莲的人，应该很少人会在这里出现。初步怀疑嫌犯先把女童杀死，再带来这里丢弃，没想到被人发现。到底是谁这么狠心？周先生，不要太难过了。你们一定要找出凶手，还我女儿一个公道。明州。你们认识的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周小茹的死亡时间介于3到5天前，死因是急性支气管闭塞，相信是有人同时捂住嘴巴和鼻子，无法透气而丧命。根据报告呢，尸体上有8处淤伤，分布呢是在左右下颌骨、左耳后、右脸颊、右边太阳穴、后脑勺、右手臂，还有左膝盖。同时也发现身上有某种膏状物体，已经送去化验。我们有问过周小茹的父亲，他说周小茹最近并没有查某任何的膏状物体。这么说来，这些膏状物体很有可能是从嫌犯身上转移到死者身上的。常湿的塑胶袋是一般用来装东西的，纸箱也是一般搬运公司用的，上面没有任何指纹。周小茹死后，身体被彻底清洗，指甲也被修剪，所以找不到任何嫌犯的 DNA。既然身体被清洗过，怎么会残留有膏状的物体？这一点我们无法理解。要等到化验报告出来，
知道是什么财力物后，再找出原因。死者的父亲周明忠是专业人士，母亲2年前病逝。我们问过周明忠的亲戚和朋友，都说他不可能有仇家。周明忠也说，他们最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女童是放学后失踪的，父亲发现女儿不见，当天就报了警。女童死后，校服和书包都不见了，身上穿的新衣服也不是父亲买的。至于那套衣服在哪里都买得到。凶手的心思非常缜密，让我们找不到丝毫的破绽，显然是有计划行事的。妹，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直接。国防到周小茹的学校去询问，并调查所有跟她接触过的人，其他人去发现尸体的地点，或许有线索。Yes, ma'am. 我还要再躲一次嘛。好吧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黄先生，我们是部落警局的调查员，我们在树林里找到你女儿黄执清的尸体。不可能啊！姐姐。Sir， 在周小茹身上发现的不明膏状已经有结果了，已经证实为 clobetasol propionate， 是一种皮质类固醇。我知道，那是专门治疗像湿疹、白癜风、牛皮癣等皮肤疾病的外敷药膏，而且医生通常是开给病状比较严重的病人用的。你真是我们法政管理组的百科全书，我都还没说完你就知道了。clobetasol propionate， 这不是治疗皮肤病用的吗？你们诊所有配这种药膏给病人吗？没有啊，有可能是有人来看病的时候顺手丢的吧。怎么这么巧？什么这么巧？没什么，我去把报告交给子杰。那是我姐姐。原来你那天说的意外，就是指这件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。我爸妈也尽量避开这个话题。我想大家都害怕碰触心中那道痛处。是不是周小茹的案件，让你想起往事？那天我们在玩捉迷藏，要不是我耍赖，要我姐姐再让我躲一次，没命的人可能是我。那都是无法预料的事。再说，错不在于你，而是杀害你姐姐的那个凶手。可是20多年了，警方抓不到真凶，让他逍遥法外。直到我在森林里看到周小茹的尸体。你怀疑对周小茹下毒手的嫌凶，跟当年杀害你姐姐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？干案的手法太相似了，他们同样被性侵犯后被掐喉咙致命的。还有，你看这2张照片，他们2个人的尸体装在塑胶袋，然后藏在类同的纸箱，尸体都被清洗过，
另外换了一套衣服。这2套衣服的颜色和款式都很接近。这些证据都证明这2宗案件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在你姐姐的档案里，有没有提到她身上是否沾有任何的膏药？没有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刚刚得到了检验结果，证实了在周小茹尸体上所采证的膏状物，是属于治疗像湿疹、白癜风、牛皮癣等皮肤疾病的外敷药膏，而且通常是开给情况比较严重的病人用的。就是说，贤兄可能患上严重的皮肤疾病。有可能。在你姐姐的报告里，有没有提到跟贤兄有关的线索？法医从他体内采取贤兄留下来的精液，做了 DNA 分析，可是资料库里没有相对的 DNA。假如贤兄是同一个人，这一次他显然小心很多，知道用安全套，而且连一点能够采证的 DNA 都没留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大意，让身上的药膏沾到周小若身体上呢？这世界是没有完美的罪犯，人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你说的也许没错，不过还有一点我真的想不通的。什么？为什么凶手要等到20年后再干案？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外在因素刺激了他？这22年来，他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不管什么原因，我相信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一定会逮捕他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为我姐姐和周小茹讨回一个公道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佳佳失踪的？大概10点20分，我在电梯里碰到我的邻居，他跟我说他看到佳佳上了一辆白色的货车，可是我的家里亲戚朋友都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货车。我们问过了他的同学，也去过了学校，可是都没人知道谁有这么一辆货车。我当时要去买菜，就看到了佳佳和一个男人在路边说话。跟着他们就一起上那辆白色的货车。那你当时有看到那个男人的样子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佳佳和那个男人是认识的，没注意看，而且我离他们有一段距离。那你可以形容一下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？例如他的身形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大概像你这个高度，中等身材，戴着一顶黑色的鸭嘴帽。穿着清洁工人的衣服和一双靴子。那按照你当时的观察，佳佳是自愿上车的，还是被逼上车的？不像是被逼的，所以我才以为他们是认识的，根本没有想到他是被人拐走的。那你有留意当时车牌号码吗？这个我倒是有注意到，因为货车刚好从我身边开过，我记得那4个号码。本来想要去买4D的。就是这间啊。是啊，林嫂拿给我的车牌号码，我拿到路管局查询，就是这间。请问这里是不是明发汽车出租公司？是啊，办公室在楼上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东宁金属的调查员唐耀佳，这是我的同事Jimmy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这里是不是有一台白色的货车 GT8918S？ 没错，不过是出去了。什么时候租出去的？1个月前，顾客给了3个月的租金。顾客叫什么名字？吴安心。能给我他的资料吗？我一份给你们。谢谢。走。我是东宁金属的调查员唐耀佳。是他。
是东林金属的调查员唐耀嘉。请问你，吴安心在这里工作2个星期前已经离职了。他有说他离职的理由吗？没有，没说。上2个星期我们才来这里问话，他就跟着离职，肯定是做贼心虚。开门！警察！警察先生，吴先生到底犯了什么法？为什么要我来开门？我3个月前才把房子租给他的。我们要搜房间，请跟我来。这家伙简直是变态！你的推断没错，那件校服确实是我们死者的，怎么会想到去查那个武安琴？我们怀疑他涉嫌2宗私闯幼儿园进行猥亵行为的案件，还有另外1宗拐走女童的案件。他又拐走女童，多久以前的事？昨天下午3点10分左右。我们要尽快把吴安心找出来，要不然那位女童会变成下一个周小龙。妹，你看这个，看来吴安心是陈彦君的病人。你是不是模仿我去杀小女孩，企图陷害我？是你，一定是你干的。是，我的确是模仿你刚才的手法。穿着和你同样的打扮去找我的猎物，来满足我的欲望，从中得到快乐的感觉。就算东窗事发，警方也会认定是你干的。不要！不要杀！不能杀我！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，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